巴以冲突不断升级，已造成数千人死亡。以军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无差别轰炸时，也完成地面部队的集结。尽管各方都在反对，但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莱维重申了以军将进入加沙地带的决心。以色列宣称要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所谓新的安全政权。巴勒斯坦总理则警告以色列，若开展加沙地面战，将导致灾难性后果。那么，以军声称3阶段作战计划如何层层推进？以军在加沙城附近投放传单，警告加沙北部的110万居民必须撤离到南部，否则可能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合作者。一旦展开作战，将造成多少平民伤亡？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吴学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梅卡瓦系列坦克在以往阿以冲突中使用相当广泛，现在配备主动防御系统的梅卡瓦 Mark 4被击毁，确实让它的存在价值受到了质疑。目前，以色列军队已启用从老式 Mark 2到最先进的 Mark 4M 的所有梅卡瓦系列坦克，它们又将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以说，梅卡瓦系列坦克是以色列根据自身环境特点量身打造的一款地面主战装备。虽然被称为主战坦克，但是梅卡瓦的设计思路和其他各国的主战坦克都不同。以色列在设计梅卡瓦的时候，把防护性能放在了第一位，而这也使得梅卡瓦坦克变得又大又重。其长度约7.6米，宽3.7米，高2.7米，战斗权重约70吨。梅卡瓦在提高防护力方面的做法，除了采用厚重的装甲之外，还采用了独有的动力前置方案。显而易见，梅卡瓦的动力前置对保护成员来说要明显优于动力后置的传统坦克。最新的梅卡瓦 Mark 4M 坦克安装了美国许可生产的德国 MTU M883发动机。不过，由于发动机前置布局的原因，以色列对这种发动机的排气系统进行了改进，其单位功率为每吨21马力。在装甲防护力方面，以色列不断地增加梅卡瓦系列坦克的装甲厚度。从 Mark 3型开始，其车体前部对动能穿甲弹的平均防御能力达到了300毫米均质钢装甲，对空心装药破甲弹的防御能力为500毫米以上均质钢装甲。同时，梅卡瓦 Mark 3改用了焊接炮塔，在炮塔两侧也加上了外形巨大的附加装甲。现在最新型的梅卡瓦 Mark 4M 主战坦克还配备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可以对飞行速度1500到1700米每秒的弹药进行有效拦截。从 Mark 1到 Mark 2，梅卡瓦坦克都配备了一门美国制造的 M68型105毫米坦克炮。从 Mark 3开始，梅卡瓦配备了一门120毫米滑膛炮，使用以色列研制的破甲弹、高爆榴弹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同时，梅卡瓦坦克还配备了多挺机枪，甚至有一门60毫米迫击炮，能够有效地应对低烈度武装冲突。由于发动机前置设计，梅卡瓦还可以利用车体尾部的空间搭载4名步兵，充当重型步兵战车。由于巴勒斯坦并没有装甲车辆，至今以色列军队给梅卡瓦配备的主要弹药仍然是破甲弹和高爆榴弹，这与其他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梅卡瓦在设计上十分注重防护力和成员生存力的做法固然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但由此带来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首先，梅卡瓦的外形尺寸太大，根本谈不上任何的隐蔽性能。其次，近70吨的重量导致梅卡瓦难以在松软的地面上行驶，而且许多桥梁也无法承受，大大的限制了它的机动性。第三，梅卡瓦的动力前置设计增加了被敌方火力毁伤的概率，而且动力前置在野战条件下进行维护和更换的难度也要大于动力后置的传统坦克。而梅卡瓦 Mark 4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概念非常先进，但是它是通过爆炸产生破片的方式对来袭弹药进行拦截的。如果算上被引爆的敌方弹药，可能对坦克周边步兵造成致命打击，其连续拦截能力也不佳。如果敌方步兵在坦克一侧连续发射2枚反坦克火箭弹，梅卡瓦依旧难逃被击中的命运。尤其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此次巴以冲突爆发至今，梅卡瓦装备的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面对来袭弹药基本没有反应，成了样子货。可以说，以色列研制的梅卡瓦系列主战坦克只适合在距离以色列很近的地区作战，针对的是城镇地区缺乏反坦克武器和无人机的对手。当他们不得不面对配备了现代化主战坦克和重型装备的敌人时，他拥有的优势将迅速消失，而非单方面吹捧的世界生存能力最强的主战坦克。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布的以方在加沙地带的作战计划和目标，不仅要破坏基础设施，以击败和摧毁哈马斯，甚至要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安全政权。杜先生，您怎样看以色列的这一作战目标？它能够实现吗？目前看呢，这几个点如果进行彻底的这个作战，难度比较大。首先，它是一场持久战。你像零星抵抗到底能够何时肃清，现在是个大问题。再加上加沙地区，各种地下工事非常密集，号称是加沙地铁。要想在这种地表破碎、地下环境复杂的作战行动中一蹴而就，难度极大。所以作战周期有可能会超过当年的摩索尔作战。第二呢，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如果在地下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按照哈马斯方面声称，几百公里的地道有鬼雷、有陷阱，已经把之前的藏变成了打。如果在地下空间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那么双方技术装备水平、作战能力将会被严重拉近。所以在短兵相接的各种作战行动中，难度极大，双方的伤亡将会出现大幅度上升。另外，如果在加沙地带进行持久的作战行动，必须依靠多方干预。如果没有国际各种势力介入，只凭借双方目前的这种单纯军事作战能力，不可能取得一个完整的安全架构。所以下一步围绕着加沙地带安全机制的架构，包括维和部队的进驻，包括其他方面，有可能面临着漫长的拉锯战。巴以新一轮冲突仍未见平息之势，双方还在频繁的空袭与火箭弹回击中拉锯。但以色列地面部队集结后，进攻迟迟未打响。吴女士，您觉得这是以色列担心地面进攻遭受严重国际影响等后果而踌躇不前吗？我觉得以色列除了担心国际社会呢会加大对他的谴责力度之外，其实他也有对自己力量的一些担心。应该说这是一个综合原因导致以色列呢是迟迟没有推进他的大规模地面行动。那在下一阶段的这个动作当中，情报部门能不能起到非常及时的重要的作用？我说以色列他自己也在掂量。另外呢，他不得不考虑的就是，如果他大规模对加沙地带采取地面行动，那一定会有连锁反应的。你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只是小规模的向以色列北部去扔这个火箭弹，那下一步真主党会不会更大规模的采取行动？这个真主党的实力要比哈马斯要强很多。还有就是更厉害的伊朗的实力，现在伊朗呢有那么一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架势。如果以色列的行动升级，那么伊朗就像他现在他的外长已经放话了，好，随时都有可能会直接参战。但是呢，以色列这边呢是美国说要给他很大的援助，但是美国会不会直接参战？美国参战又会引发怎样的复杂局面？所有这一切，以色列得考虑，就是下一步之后的下一步，他要考虑的比较周到，然后才能够采取行动。当然，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就是前段时间，美国的高官不断访问以色列，是吧？布林肯去了2次，拜登也去了。如果说在美国高官正在以色列的期间，以色列开始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加沙地带血流成河，那么我想美国可能也会有所反对的。在以色列进攻加沙地面战一触即发的紧迫情势下，美国防部已经放出明确消息，增兵东地中海一带。美英防长也紧急会面，英国方面也派出战机和舰队。在混乱局势中，中东多国民兵武装对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火箭弹攻击，这令外界更加忧虑巴以冲突恐外溢。美舰队还在地中海声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多枚导弹，并指出这些导弹将可能攻击以色列。这会否是美军卷入作战的前奏？航母、战机、海军陆战队之后，2栖登陆舰和指挥舰惠特尼山号到场，美军提供情报以及战场指挥来对以色列进行加持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已经双航母到位的情况下，美军又增派了巴丹号2栖攻击舰及其搭载的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特别是蓝领级2栖指挥舰2号舰惠特尼山号的出现，更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毕竟12年前，惠特尼山号就曾经在地中海指挥了美军和北约主导的奥德赛黎明行动，直接导致了利比亚时任领导人卡扎菲的死亡和政权更迭。
蓝领级2栖指挥舰是美国海军战后专门设计并建造的专业指挥舰，共2艘。首舰蓝领号，2号舰惠特尼山号均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服役。蓝领号舷号19，舰名取自美国阿巴拉契亚山系最高的蓝岭。该舰在1991年参加了海湾战争，被认为代表了美国海上指挥能力的最高水平。2号舰惠特尼山号舷号20，舰名取自美国本土最高峰内华达山脉的惠特尼山。惠特尼山号船体长190米，最宽处32米，排水量18648吨，航速23节，可以容纳1469名官兵。蓝领级的舰体是以硫磺岛级2栖攻击舰为基础，是将机库改成各指挥官的舱房、驻舱与办公室，并在宽阔的甲板上安装各种通讯、电子对抗与支援系统的天线。通过卫星通讯，它可以为舰上的各个司令部提供与世界任何地方美军部队的加密通讯，同时可以收发海量的通讯数据。它还可以直接与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联系。据曾登上该舰参观的人士透露，最大的感受就是舰上到处都是电脑，一切实现电脑控制。最为美军称道的就是蓝领级可以同时兼容多军兵种指挥所，最适合作为美国海军2栖远征舰队旗舰，解决了旗舰指挥和控制空中、海面、水下、陆上多军种复杂作战行动，单靠参谋和指挥员人脑计算协调难以胜任的问题。据了解，蓝领号设有7大指挥部位，分别是旗舰指挥中心、登陆部队指挥中心、登陆部队火控中心、对海作战指挥中心、反潜战中心、作战情报中心、综合通信中心。而其中，旗舰指挥中心是舰队指挥人员日常工作的舱室。这种专业指挥舰的服役，解决了美军进行陆海空和特种部队大规模海上联合作战的指挥问题。因此，蓝领号在1991年参加了海湾战争。惠特尼山号则是美军2011年打击利比亚政权的奥德赛黎明行动，以及随后开展的北约联合保护者行动的战术指挥中心。不过，尽管蓝领级有着先进的大脑，但是2艘舰毕竟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服役，早已经过了巅峰状态。在新锐军舰指挥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的情形之下，难免落伍。近年来，美军一度将其作为与盟友海上联合反导的指挥舰。比如，2021年，美国第7舰队旗舰蓝领号就曾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驱逐舰在东海海域联合演习联合反导机制下的编队、通信和海上机动。当然，眼下蓝领级2栖登陆舰突然出现在敏感的地中海临近中东海域，显然不大可能是演练海上反导联合作战，更大的可能是干老本行，协调指挥大型舰队以及可能发生的多军兵种联合2栖登陆作战。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显示，第49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已抵达中东地区。他们抵达后立即加油、配备弹药，并进行了首次战斗飞行。这种先进战机将使美军能应对任何危机或突发事件，并在必要时与对手交战并击败对手。F-15E 载弹量高达10吨，被称为炸弹卡车。此外 ，F-15E 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等均大幅超过美国海军的 FA-18EF 舰载机。这24架 F-15E 的战力相当于一艘大型航母的数十架舰载机。在此之前，美国空军以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而闻名的 A-10攻击机也已抵达中东。美国《星条旗报》16号称，尽管美国空军并没有透露这些战机的具体数量和部署地点，但他们将与今年3月部署到阿联酋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75战斗机中队的 A-10攻击机一同执行地区威慑任务。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提到，从美国本土增援而来的 F-15、F-16战斗机和 A-10攻击机正在加强美空军驻中东的实力。另外，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驻中东美空军的 C-17战略运输机已经执行了多次向以色列运送精确制导弹药等紧缺物资的任务。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透露，原本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 F-35A 隐身战斗机，在巴以冲突爆发几天前刚刚离开阿联酋空军基地。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尚未确认这些 F-35A 战斗机未来几天是否会重新返回中东地区。
美国防务新闻16号称，如果巴以冲突进一步升级，来自中东和欧洲的美军人员预计将承担支持角色，其中医疗、弹药和安全部门的人员将尤其重要。日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数万枚原本留给乌克兰的155毫米炮弹。据报道，以色列军方告诉五角大楼，他们需要这些炮弹来准备对加沙的地面进攻。10月19号，以色列特拉维夫，美国一军机降落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向以色列运送多辆装甲车。报道称，美军机运送的装备价值4亿以色列新希尔克，约合人民币7.25亿元。以色列国防部称，这是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援助的一部分。从理智的角度来看，相关国家，包括地区国家以及美国，可能都并不愿意陷入一场新的中东战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的现在的一个主要的战略就是搞大国竞争，说白了就是要遏制中国，这是它的第一要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主观意愿去深陷一场新的中东战争，这会妨害它的一些这个大国竞争战略的实施。短片中提到，美国海军卡尼号驱逐舰刚进入红海，就拦截了3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对地导弹及数架无人机。五角大楼强调，美军的重点是继续确保遏制潜在的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杜先生，您是如何评判美军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打响了保卫以色列的第一枪呢？美国第一枪呢，大概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是震慑周边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地区组织。如果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署，13艘军舰、100多架飞机、2000多海军陆战队员，实际上是通过高强度的密集部署，冻结周边国家对以色列的打击能力。所以从目前分布范围，包括打击效果去分析，谁对以色列动手，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这一点呢，对于核心盟友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第二，不排除美国通过拦截行动直接进行各种军事干预作战。如果拦截的是巡航导弹，可以说是打向以色列，保卫以色列。如果这些导弹目标是美军，或者是美军故意把这些导弹的目标设为自己，这样可以视为对美国军舰的攻击。美军在这种状态下，可以使用各种武器装备，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组织发动直接军事战争。所以目前看呢，这种拦截行动，美国试图通过在中东地区的展示，实现一石多鸟作用。在安理会上，近2次呼吁巴以停火的决议，美国都投下了反对票。美军一方面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停火，一方面加大武器弹药的空运补给。拜登发表讲话还呼吁国内要平息意见纷争，不计代价支援以色列。吴女士，美国拱火递刀的行为就无法被阻止吗？说实话，这个问题从2个层面看，一个要从联合国的角度看，联合国2次呢没能做到让巴以马上停火这个决议通过，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悲哀，也是我们经常要说的啊，这联合国的确是需要改革了。因为呢，如果联合国都做不了什么，那其实巴勒斯坦老百姓有很多呢就会更无辜的送命。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现在美国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要全力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国务院已经有高官辞职了。那么辞职的原因就是不能接受拜登政府现在不顾一切代价、不顾后果，去支持以色列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已经呢开始搞出了人道主义灾难，下一步要把加沙地带所有的哈马斯分子赶尽杀绝。之后呢，他要在加沙来建立一个政权，那也就是说，他恨不得要对加沙地带进行殖民化。所以，如果说美国国内给拜登政府比较大的压力，有可能会让拜登好好的想一想，